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辽宁舰返回青岛，003型航母有进展；中美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近年来，中国海军成长突飞猛进，和20年前已截然不同。而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航母。近日，中国海军2艘现役航母辽宁号和山东号分头在南海及太平洋进行了演练。而军事观察家说，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共同执行任务。2021年12月30日，辽宁号航母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而此时，中国才公开了日本出云号航母此前以惊人的近距离在辽宁号航母旁航行的影片和照片。这也是中国首次披露中国航母与外国航母同框合影。之前在辽宁号航母编队前往太平洋训演的途中，穿越日本宫古海峡时，日本派出出云号、P1和 P3C 巡逻机等监视侦察辽宁号航母编队。中方公开的影片显示，日本当时出动 F-15G 战机拦截了解放军的歼15战机，而日本这么做显然是在向中国军队传递信息，表明其有战力对抗中国军队。不过，日本方面也称，计划和中国设立军事热线，以降低未来可能的误判。而中国军舰在日本南部出现，则反映出解放军不断加快备战节奏，也加强了中国向周边以外地区投放强大海上战力的能力。近年来，美国军舰不断与盟友国家的军舰在南海晃荡，这大大加剧了冲突的风险。2021年12月15日至17日，中美两军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了本年度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交流，对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并就2022年机制会议有关事宜初步交换了意见。中国不乐见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南海发生误判，但中国必须防备别有心思的国家觊觎中国的领海。随着解放军2艘航母战力增强，中国或在不久的将来具有双航母战斗群，届时将覆盖更广大的海空域。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打造比现役2艘航母更大也更先进的003型航母。目前，美国商业卫星不断追踪中国003型航母的进展，称其在上海造船厂进度可观，或许再有半年就能下水。分析指出，正在建的003型航母大约可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相比。中国前2艘航母采用的滑跃起飞方式虽可让歼15起飞，但却无法让空警600预警机升空。而003型航母上有类似的美国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 EMALS， 而弹射起飞意味着战力升级，更意味着空警600可以大展身手。分析指出，空警600类似美国 E-2D 鹰眼预警机，可大大增加航母战斗群的状况感知力。003型航母有了这款预警机，将使中国海军继美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3支拥有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海军。未来003型航母最可能部署在海南三亚。目前，海南三亚正在为航母打造庞大的船坞，相关设施位于可进出南海的战略位置。解放军第1艘自制航母山东号已派驻当地，解放军多艘核潜艇也都在这儿。2016至2017年，当地建造了大型围堰，已在施工期间把海水挡在外面。如今雷达卫星图像显示，其可容纳003型航母。更重要的是，最大的新船坞约宽80米，这很可能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003型航母代表了中国的全尺寸航母。接下来的航母可能更长，或是排水量更大，但应该不会更宽。如果中国要更宽的航母，可能需要打造更多的基础设施。未来2年内，中国的海空军力建设将冲击美军霸权。美军预测在建的003航母将在今年年底下水。与此同时，中国第4代舰载机定型或将是 FC-31的隐身舰载型电子战机歼16D 咆哮狼也将大量装备。今天我们聊聊将制霸亚太地区、扶摇直上的中国海空军。我国在建中的航母被网友们称之为003号，由于还未服役，因此这艘航母还没有具体的舰名。
不过从前2艘航母的命名规律来看，这艘航母或被命名为江苏舰。003号航空母舰的特点是吨位大，舰载机数量多，整体战力会超过海军前2艘航母之和。按照总段照片来看，003航母的水线宽度约为40米，相比于辽宁号的水线宽38米，福特号航母水线宽为41米，大致可以推测出003航母的吨位在8万吨以上。除了吨位大幅度增加之外，003航母也将采用电磁弹射器，舰载机出动效率大幅度提升，最终预计003航母标准配置就可以携带60架舰载机，多的话将达到70到80架舰载机。最近美国的有关报告中再一次提及中方正在建造的新航母，在这份报告中，美国人预测中方003型航母将会在2021年年底下水进行测试。同时，美国认为最新的航母卫星图片显示，003型航母的排水量可能远远高于美国之前预测的8万吨，连美国都感叹，还是对中方的决心有所低估。003号的舰体建造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舰载电子系统和弹射系统的安装。003号航母的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拥有3条电磁弹射系统，可以搭载50架左右的固定翼舰载机。由于拥有了弹射系统，003号航空母舰还可以搭载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预警机上舰后可以大幅提高003号的作战能力。虽然是常规航母，但003号1万海里左右的续航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海军当前的需求，并且003的电磁弹射系统比尼米兹级的蒸汽弹射系统效率高得多，在作战中可以更快地把舰载全部弹射升空，这对航母海战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003号称得上是一艘超级航母，003号服役后会跻身世界最先进航母的行列。003航母目前已经完成分段合拢工作，未来还需进行甲板铺设、舰岛焊接等1年左右工程，就将于今年年底下水，再算上西装和海试时间，最早可能将于2023年左右服役。届时我们的3航母战斗群将真正碾压英国双航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2。003航母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动力问题，由于我们在水面、舰艇核动力方面没有任何基础和经验，003航母大概率仍然采用常规动力，而这也是目前我们和美国航母最大的差距。种种消息表明，003航母仍然只是一个过渡产品，我们的004型航母已在计划之内。外媒甚至多次传言004航母已在渤海造船厂开工。如果要实现赶超福特级，004航母必须使用核动力设计，获得几乎无限的续航能力。其次，还得继续增加排水量到10万吨以上，以求舰载机数量匹敌福特级。最后当然得是海4代上舰，保证单机战斗机不输 F-35C。而这样一款终极版航母才是我们真正会实现大规模量产的。那么我们未来需要多少艘航母呢？对于我国广阔的领海和延伸至全球的国家利益而言，这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对于航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即便是003服役之后，3艘航母仍然是远远不足。考虑到航母定期维护、靠港补给、人员轮换等等因素，3艘航母最多只能保持2艘航母同时在线，而2艘航母的作战半径甚至还不足以覆盖我们全部领海的一半。客观来讲，为了保证西太平洋地区足以和美军势均力敌，我们在东部周边海域至少需要长期保持3艘以上航母。而为了防范突发局势对于我国经济利益的威胁，在诸如印度洋这些海上运输战略通道上，也必须保持1到2艘航母长期巡航值守，以维持足够的威慑能力，确保不被人掐住脖子。要达到这样的战略意图，我们的航母总数至少也要在6艘以上。所以在003之后，004航母最少会量产3艘甚至更多。美军航母排水量大，斜角甲板也宽阔，不但是降落区，也是起飞区。美军福特级在这块甲板上安装了2条弹射器和1部升降机，也充分利用了空间。我军正在建造的003号航母弹射器的布局有3条弹射器，比福特级少了1条，但福特级斜角甲板里侧的那条弹射器利用不高，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置的。总的来说，我军现役的2艘航母如果组成双航母战斗群，作战能力很强大。歼15飞鲨第3代战斗机就能搭载66架，很多国家的空军都没有这么多的数量。根据美国媒体防务新闻报道，在珠海航展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海军歼15舰载机的总设计师孙聪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人们应该能够看到下一代舰载战斗机的好消息。他表示，在时机成熟时将公布更多的有关新舰载机的信息。尽管孙聪和中航工业都没有透露更多关于该新舰载机的细节，但社交媒体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有关新舰载机的传言，表示该机将采用隐身双垂尾设计。近年来有猜测认为，沈飞正在研制一种基于 FC-31设计为基础的
的新型舰载战斗机。作为中国航空母舰的下一代主力舰载机，中国目前共有2艘航母服役，它们都没有配备弹射器，而是采用滑跃甲板起飞。FC-31是一种双垂尾、双引擎中型战机，具有一些低可探测的特点，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肥电战斗机非常相似。FC-31于2012年10月首飞，并参加了2014年的珠海航展。该机最初可能是专为出口市场设计的，随后这款战机的设计经过了大量的改进，并制造出新的原型机，重新开始试飞。与歼15一样 ，FC-31迄今仍使用进口的俄罗斯发动机提供动力，但是中国在研发其国产战斗机发动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使用国产发动机的歼20隐身战斗机首次公开亮相，该机配备了2台 WS-10C 发动机，参加了多场飞行展示，凸显出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的成就。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